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对于25%碰撞的话呢，这辆车的确有优势。除此之外，它对于25%的碰撞还是有更多的优化的。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2020款比亚迪汉 EV 两驱版本的一个拆车现场了。昨天呢，跟前天也跟小伙伴去聊了一些静态和动态那点事儿。感兴趣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包括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 之间的节目也是很精彩的。当然，对于比亚迪汉而言呢，它也是上市的时间不长，从上市到现在呢，也是取得了相应比较好的销量连续3个月呢销量过万了，这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成绩了。我们也是网上大致的搜了一下，大家对这辆汉呢都是怎么评价的。首先这台车呢是比亚迪的现阶段的旗舰车型了，就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对于大飙车而言呢，我们不能够仅仅的是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这些文字上面，我们还是要把它拆开看一看，这台是一台旗舰车型的汉，真正是不是一个豪华车的标准呢？这就是之后拆车想跟小伙伴去分享的话题。还是先跟小伙伴去看一下这台比亚迪汉的前后防撞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依然是老规矩呢，在说前后防撞梁之前呢，先要说一下发动机舱里面那点事儿。比亚迪的汉是一个 EV 的车型，是纯电的车型。打开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可说的东西不多因为是一个全封闭的这样一个形式又是一块大板。这个对于电车而言呢，我觉得还是 OK 的，是因为里面的确没有说发动机各种油泥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的确要有一些油液去观察的。例如说左边的防冻液也是膨胀壶，这个呢，的确说从观察油液这块来说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根本就没地儿看。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会把它拆开呢，看看它有没有就液位传感器。如果说有液位传感器的话，不能显示，我觉得也还 OK， 对吧？没有的话，这个就真的有点坑爹了玻璃水是在左上侧，在翼子板的边上，这个设计呢 A4 这个非常非常相似，人家请了奥迪的工程师了吗？刹车油在右上一侧，也是 DOT4 的级别。那上面你会看到呢，是一个单锁扣的形式，有相应的吸音棉。那整车的蒙皮呢，我们也测试过了，是普通的冲压钢板的形式，我们没有找到一块铝合金的蒙皮。电车呢，其实拆的挺多的了，我们电车基因榜呢也有好几十辆了。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说这个价格的电车，至少你的前铝盖是一个铝合金的，您这车已经都20几万块钱了，从材质分布而言呢，是有点和你的价格是不相称的。你的车达到了一个级别，你就要用相应的东西，这个有几方面。第一，减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你的车贵，其实你是有更高的利润空间的，可以去用更多的成本去把这台车去做得更好。当然了，这台车的自重呢也是达到了一个2020公斤就是2吨多一点的一个重量。这个重量级别在电车里面也算是挺重的了。左右呢是有液压停杆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板给拆下来，看看除去大板后的这个比亚迪汉，它里面到底是有些什么东西。首先呢说一下我们刚才聊的那一个膨胀壶，前后左右非常仔细的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的液位传感器。那也就是说，如果它发生了漏或者缺的话呢，你是不太能知道的。所以说它到了整个系统里面有一个高温报警，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你是缺了防冻液了。如果说液位低的话，你不仅是不能够观察到，你在车里面呢也不会给你相应的提示。当然我们在旁边呢还会看到另外一个膨胀壶，它们两个是管着不同的东西比较大的这个膨胀壶，它的主要作用是给电机和 DC-DC 转换器散热的。小的这一个，它连接着 PTC 和它的电池。它的 PTC 呢，也就是它的空调的加热系统，俗称的热得快，因为它是通过电的方式，里面有电阻进行发热，然后呢跟水进行混合，进行一个完全的循环。当然呢，这个 PTC 不仅仅是和空调相连的呢，也是和它的电池相连的。当然，它的电池呢是一个刀片电池所有电池其实都是惧怕低温的，所以说这个电池在低温的时候，它会自动
动的启动你的 PTC 这个东西来给电池加热。冬天又一看这个里程不够用了，我把空调关上吧，可能呢这个有点用，但也可能呢用处不大，是因为呢电池它本身如果加热的话，也是通过这个 PTC 去加热。当然呢，刚才说到 PTC 这个东西呢，也是证明了这台车的空调用的不是热泵式的加热形式，而用的是最简单的一个 PTC 的形式。它的优点呢，就是可以在非常低的温度下面起到相应的制热的作用。缺点呢是非常的费电。那热泵式的话呢，它也是有优点跟缺点啊。第一呢，它呢自己不生产热，只是一个热能的搬运工，它是会把外面的热能啊给搬运到车内。所以说呢，它的优点呢是非常的省电。那缺点呢，也就是如果外面非常冷的话呢，搬运的效率啊会变得很低。但是呢，咱们话又说回来，您会在零下40度去开辆电车吗？如果说您说能，佩服，因为这个车呢，之前试驾的时候也小伙伴聊了啊，北京呢不算特别冷，这个车的里程啊直接是砍了40%，所以说呢，电车呢的确是不太适合非常冷的地方去用的。那它的空调呢也是一个一管的形式，也是高压管和低压管呢分得非常的清楚。这种情况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啊，是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一些比较早先设计的车型呢都是用这种一管的形式，而现在相对而言比较高端的或比较好的一个空调的设计的用的是同管的形式。是因为它的冷热交换呢，会让整个空调的效率至少是要提升5%的。对于一台电车而言呢，其实我会认为这个5%是很重要的。电池一直是整个电车的瓶颈，而且所有的工程师都应该是想尽任何办法，从车重、包括设计、包括说你的能源转换一切东西，去为了省电这条路去考虑的。这块来看的话呢，它的设计啊相对而言是比较老一些的。再往右看呢，我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属盒，那这个呢都是3电这里面比较贵的一块，就是 DC 转换器，220伏的电压进来以后，通过 DC 转换器转换到电池的一个压力，然后去给电池充电。当你去用的时候，电池的电量出来以后，再去升压到电机里面，然后电机万力回电的时候，再进行降压回到整个电池里面。包括说你在车的行进过程中，它自动往里充电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这个 DC 转换器，然后去充到电池里面。其实它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东西，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管线。当然，这个 DC 转换器呢，不仅仅是高压的，它也是要输出低压的包括说它上面也有名牌，跟小伙伴去念一下，双向充沛电总成是比亚迪生产的，输入电压是220伏32安，输出呢是13.8伏160安，它也是一个水冷。我们也会看到有相应管线，一直到下面会看到有一个相应的电子泵和其他的管线去连接。再往下呢，就会看到它的前置电机。这台车呢是有2驱的，有4驱的。2驱的话呢，就是一个前驱的形式的，这个和一般的高端豪华的电车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跟它价格相符或者稍微再贵一些的车型，基本上都是以后驱为主，后驱呢是真正豪华车的样子。当然了，奥迪除外啊。你说宝马，你说奔驰，包括说更高端的车，其实都是以后驱为主的。而这台车的前驱车型呢，和豪华这块呢有一点点脱节。正常的使用呢是没问题的。这台车的0-100呢也达到了一个将近8秒的这样一个速度。虽然说在电车里面它不算是名列前茅，日常的代步和买菜而言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快的车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就是这个价格的电动车呢，基本能够压到5秒。所以说电机性能这一块来说，还是叫做有一定的差距。下面呢可以看到电机包括说它的控制器和电机呢是完全一个分体的状态。然后再往右侧呢会看到它的空调的压缩泵，再往右呢会看到电瓶依然是比亚迪生产的锂电池的形式，就是它12伏的电源的情况。它的防火墙是有的，隔音棉这一块也是非常大面积的隔音棉，并没有看到相应的铝瓦。DC 转换器呢下面是有2个铝合金的方管作为一个架子呢去搭上去的。看到这种布局，我心里面呢又是有一种油改电的可能性，叫做又加深了一些。是因为我们在跟着冰块玩专业车的时候说了说这台车的后备箱呢，它的确还有备胎的位置，这个呢是叫做可疑点之一。当打开引擎盖看到这种布局，第一它的布局很零散；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看过很多的叫做原生状态下的电动车，通常情况下呢，这种形式他们会已经想好了我的电机要怎么放，我的逆变器要怎么放，我的各种东西要怎么放，而更多的会把中央的位置呢给更好的布局一个储物空间。其实你可以看它的空间是很大的，就是它
没用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它不能够去更好的去利用这个空间，是因为这台车的里面这些空间它就不是从一开始就为电车去设计的，我只能去通过这方面猜想，包括说去揣测。但是呢，刚才呢是站在纯电车的角度上面呢去衡量的，人家汉不一样啊，人家除了纯电之外呢，人还有一个混动车型嘛，所以说呢，这个就更是有改电的有改电了。人说了，我们不是纯电，我们有油车，哎，这个就有点解释得通它的整个这个布局的样子，行吧？发动机舱里面呢，跟小伙伴去聊到这么多，那么现在呢，就把这台车给抬起来，然后呢，把前后的杠皮拆掉，看看这台车的前后防撞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前后的杠皮给拆下来了。那么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在周五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车我们在拆开过程中的一个视频。前后的杠皮整体而言呢，是属于设计比较偏简单的那种，软硬度我们也还是一致认为啊是 OK 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呢，前后杠皮的厚度呢也被称为是一般的形式，它前面呢是没有行人保护泡沫的。其实从这个结构就能够看出来，它就没有原先设计，是因为这个造型是不允许你有一个行人保护泡沫的。我心想，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你后面没有吧，我们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您前面一点都没有，并且您连个缓冲层都没有，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我就说前面是有空间的，但是您没做，轻轻一撞杠皮碎了，嘿，您去四 S 店去修车去吧。这个呢，小伙伴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当然有小伙伴会问啊，你说比亚迪对不对？之前也没有，但是呢，真不是，比亚迪的车也拆过几辆了啊。秦人家为什么有呢？豪华车吧，就要有豪华车的样子，没有就没有个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压根儿就没给你去想这个事儿。人家的豪华呢，跟咱们意义上的豪华呢不太一样，是不是？人家的豪华呢，全都在里面卡拉 OK 唱歌啊，都是这样事儿。像这种没有任何缓冲层的话呢，无论是对行人也好，还是对你自己也好呢，其实都是不太友好，对不对？前面的防撞梁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的形式，那应该是一个热成型的，那它的厚度呢也仅仅只有1.5毫米，5分满分得到的是2分。1.5毫米呢在及格线之上，但是作为单层冲压而言呢，1.5毫米的确不算是厚。吸能盒呢是有的，后面也是有相应的可拆卸的螺栓啊，这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吸能盒的长度呢是113.31毫米，5分满分得到的是5分。我们一般说超过100毫米就是一个满分的状态了。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呢，这个数比较低啊，只有53.04，5分满分得到的是3分。基本上是一个3指的宽度。如果说发生了低速撞击的话，防撞梁发生变形的话，对于水箱的侵入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紧接着呢是防撞梁的宽度是133公分，轮宽呢是184公分，占比呢是72.28%，5分满分得到的是3分。3分呢也还算是 OK 啊，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吸能盒和纵梁呢是在手比划的这个位置，它还是在纵梁的基础上往右延伸一部分，所以说呢也是拿到了一个相应的分数啊。对于25%碰撞的话呢，这辆车的确有优势。除此之外，它对于25%的碰撞还是有更多的优化的。它的防撞梁边上的后面还是会有一个方形的结构作为一个加强。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25%碰撞啊，撞过来以后，首先它的防撞梁一定会变形弯折，如果呢后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它这个单层结构嘛是比较脆弱的，有可能这个防撞梁的边上直接咔就过去了，这个时候那个应力墙会直接把这一块给撞掉，直接就撞到 A 柱部分了。对于汽车这一块呢，纵梁靠外的这一侧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虽然说看到上面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横梁，但是那个横梁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可能这个车整个的撞击啊就要靠 A 柱去抵御了。但是呢，这辆车呢也是非常聪明的，在这一块去做了一个支撑。后面是一个方形的结构，防撞梁往后去弯折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三角结构，让这一块变得异常的坚固，从而让车进行相应的偏移，可能A 柱就直接躲过了撞击墙，所以说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应的高分啊。这一切呢，仅仅是我的猜测，所有的一切还是要在公平公正的碰撞之下，才能够去验证证实我的猜测到底是不是对的。的确是有很多国外的厂商去做这种事情，我只会说恭喜恭喜，
你也学会了开卷考试嘛，我知道如何去应对你这个考试。我会希望作为25%碰撞这一块来说呢，不仅仅是在新能核这块，包括说在防撞梁这块去加强，包括说后面的整个这个大的部分都应该去加强。例如说我们之前拆过的新的3系 G 底盘的3系，它在整个后面是做一个大结构的加强，副驾驶这块啊也是有的，下面的副防撞梁是没有的。现在更多的车型呢都在去考虑这一个下面副防撞梁、行人防卷入这一块，给行人相应的一些保护。如果说你是一个全框式的副车架的话呢，下面的行人防卷入横梁对于正面撞击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缓冲作用的。越来越多的车啊就开始去注重这一点，但是这个车子我们明显看到啊下面是没有的。前面的整个杠皮下面呢还是会有一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并且呢它的 ACC 的雷达呢也是在杠皮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相比之前那些生怕撞不坏系列呢要好多，还是要去推以前。为什么比亚迪的其他的一些车型都是用一个架子去固定的？为什么这辆车没有了？工程师换了，知道了这种事情不能有这种东西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不是？行吧，前面呢就聊到这儿吧。现在呢移步到后面，看看这台车后面防撞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么现在移步到后面，跟小伙伴去看一下这台比亚迪汉的后防撞梁的状况啊。首先呢，后面也是没有行人保护泡沫的，这跟前面是一样的。防撞梁呢也是有一根的，也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那它的厚度呢也仅仅是1.02毫米，实在是有点太薄了啊。5分满分情况下呢，还是得到了1分啊。然后后边防撞梁的宽度呢是116，那它的轮宽呢是184，那占比呢是63.04%，很明显是要比前面要窄一些，所以说呢5分满分也得到的仅仅是1分。这一根防撞钢梁一边4号螺栓直接连接在了车身上，并且呢对应的是相应的纵梁，很明显啊，就这块呢是没有任何吸能盒的结构。当然我们也是会回顾我们之前拆过比亚迪其他的一些轿车，例如说我们最早的秦100。虽然说有点老啊，但是呢，人家呢，该有什么有什么，人家就有吸能盒。后来呢，我们的确啊，又拆了一个叫做秦 Pro， 秦 Pro 呢，吸能盒呢就没有了。到比亚迪汉这块呢，依然是继承了秦 Pro 优良的降本增效的好习惯，没有吸能盒。你说你没有吸能盒是不是？对吧？你不就为了省钱吗？说实话，4根螺栓您真用不上，我建议你啊2根就够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它的造型，的确非常完备的有4条螺栓，说明它是可以有吸能盒的，分明可以在造型这边去让低速碰撞，让这辆车有更小的撞击风险或撞击的成本，它为什么没有做？当然说呢，肯定也有小伙伴会跟我们讨论，你是为了后面造型？你看我们的后面屁股多么的优美啊！为了这个造型，这吸能盒装不进去，就你不能怪工程师。你要说啊，这个我为了造型，我可以牺牲一切。我觉得建议您啊，把后面的防撞梁呢也就都拆了算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啊要有轻有重，造型不是理由。包括说在一些地方呢看到过说什么钢板呀等等这些问题啊，就是有人竟然会说，这种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把它就没有了？我少点重量，对吧？提升点这个车的性能，难道不好吗？我当时看到这一块我就惊呆了，就是哇塞，我真的就是对于这种回答我真的有点无言以对。那我也想反问一句，您有车吗？您为什么不把 ABS 啊、什么气囊啊、什么安全带啊也都给拆了算了？但它也是重量，也可以去减重啊，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我觉得车的设计是一定首先要站在安全的基础上面去考虑的。你要说啊，低速碰撞真不重要，夸啦撞坏了我认了，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我们站在一般的角度上来说呢，这车呢，低速碰撞的维修指数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并且呢，刚才也说了，它的整个的防撞梁呢是在整个后尾箱之里的，也是如果发生碰撞的话呢，还是会直接去撞到后尾箱，您的损失的确会更加一步。行，这就是后面的防撞梁这点事儿。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前面，看看这台比亚迪汉它的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先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比亚迪汉在前后防撞梁部分的得分。那我们前后防撞梁的满分呢，依然是61分，那在满分
61分的情况下，那这台车前后防撞部分呢，也仅仅就只有24分。哎，这个分数出来之后呢，心里面有点感慨。这个感慨是什么呀？就是首先呢比亚迪汉呢作为比亚迪的整个的一个旗舰车型啊，就现在应该是最好的台车了，也是标称自己是豪华车呀，包括说看不上什么特斯拉呀，直接跟保时捷去 PK 啊，这东西呢，也许在某些维度上呢。可能是可以的，比如说类似于外观、内饰，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内在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豪华的基础吧，可以说是。当然呢，我们也的确也是拆过比亚迪其他几个车嘛。对于这台汉而言呢，我们可以说和我们之前的比亚迪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豪不豪华，这个就真的说不上了。当时为什么看上这台车呢？外观好看，对吧？然后里面也好看，车也大。如果永远不看里面的这些用户也好，还是这些潜在用户也好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价格，包括说这个外观内饰，兴许心里面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但是呢，前后防撞梁，包括说发动机舱里面的电机也好，逆变器也好，总是会让人心里面真的是有那种不甘的这种东西在里面。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就看到了这些东西。明天呢，也是跟小伙伴去分享它底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行，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那我们这台比亚迪汉的底盘部分，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